今天我们要揭开一个牙医从不会主动告诉你的秘密。很多人花了好几十万去做的植牙，尽可能在你体内埋下一颗健康的定时炸弹。你是不是也曾在牙医诊疗椅上听到医生建议你做昂贵的植牙，当下感到无助又疑惑，一颗人工植牙动辄十几万，真的非做不可吗？现在就跟着我们深入探讨，看看植牙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风险，还有聪明人早已在用的替代方法，竟然能省下90%费用。所谓植牙，就是在缺牙的位置种一个人工牙根，医生会把一根钛金属螺丝植入你的牙槽骨，等骨头和金属藏牢固之后，再在上面装上一颗逼真的牙冠。简单来说，就是用一颗人造的牙根和牙冠来取代你原本拔掉的牙齿。植牙技术诞生于20世纪中叶，当时一位瑞典教授意外发现钛金属居然能和骨头紧密结合，从此开启了牙科医学的新篇章。进入21世纪后，植牙变得越来越普及，许多人一缺牙就想到植牙，好像它是理所当然的首选方案。植牙被称作缺牙重生的奇迹，并非没有道理。它有许多传统假牙无法比拟的优点。首先，植牙后的咀嚼力量很接近真牙，你可以放心大口吃东西，不用担心咬不动。其次，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不需要像传统牙桥那样磨损邻近的好牙，不伤旁边的牙齿。再次，植牙的外观非常自然，牙医会为你量身定做牙冠，装上后几乎看不出是假牙，让你笑起来依旧自信。最后，植牙还有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骨头流失。长期缺牙的人，牙槽骨因为缺少咬合刺激会慢慢萎缩，脸颊看起来塌陷显老，而植入牙根之后，骨头有了受力点，理论上能预防牙槽骨继续流失。听起来，植牙仿佛就是治疗缺牙的万灵丹，耐用、稳固、美观，仿佛一劳永逸。但是等等，现实真有这么完美吗？牙医往往不会急着告诉你的是，植牙其实是一个侵入性手术，而且并非人人适合。如果你有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植牙成功率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种下未来失败的因子。那些看似梦幻的优点背后，其实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如果忽视这些风险，几年后埋在你牙骨里的人工牙可能演变成一枚伤害你健康和荷包的定时炸弹。下面我们就来深入剖析这颗定时炸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植牙毕竟是外科手术，手术过程和术后都有可能发生并发症。很多人口中所说的植牙很安全，跟拔牙差不多，那指的是大多数顺利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忽略潜在风险，例如上颌牙齿植牙时，如果位置掌握不好，可能刺穿上颌窦，也就是接近鼻窦的空腔，引发鼻窦炎或感染。下颌臼齿区域植牙若深度拿捏不当，可能伤及下齿槽神经，造成嘴唇或下巴麻木的后遗症。这些虽是少数情况，但一旦发生，对生活品质影响很大。此外，手术后短期内可能出现伤口发炎、感染、脸部肿胀、出血不止等问题。有经验的医师会尽量避免和处理这些状况，但作为患者也需要心里有数。植牙不是吃颗药这么简单，它是一连串医疗程序，存在一定风险。更大的隐患其实是在长期阶段，而这正是植牙被称为定时炸弹的主要原因。当你的人工牙根植入骨头后，初期看似稳定，或许1年2年都相安无事，但是在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后，不少人发现植牙开始松动、发炎，这往往让人措手不及。明明刚开始用得好好的假牙，为什么突然出问题？原因就在于一种植牙特有的慢性疾病——植牙周围炎。简单说，就是围绕人工植体周围的骨头和牙龈发生了慢性的发炎破坏，导致骨头一点一点流失。因为人工牙根没有牙齿的神经和韧带，早期的发炎不会像真牙那样有明显疼痛或松动警讯，就像一枚闷不吭声的计时炸弹埋在骨头里，等发现时往往已经造成大量骨破坏了。想象一下，你的植牙在嘴里，表面看起来好好的，但骨头底下可能正悄悄地抽丝剥茧般溶解。等到你发觉假牙开始摇晃不对劲时，很可能植体周围的骨头已经被细菌破坏得所剩无几。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元凶就是细菌感染和慢性发炎。我们的口腔本来就布满各种细菌，真牙有牙周膜和牙龈紧密附着作为防线，而植牙周围的这道防线相对脆弱，如果平时清洁不够彻底，细菌容易沿着人工牙根的周边渗入深处，引发慢性感染。一开始可能只是牙龈轻微红肿，自己不会痛，结果日积月累，细菌在暗地里破坏骨头，终于有一天地基不稳，昂贵的植体整个松脱。许多植牙失败案例其实并非医生技术不佳，而是患者在术后口腔清洁没有做到位，导致植牙周围慢性发炎失控。然而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的身体状态让植牙从一开始就埋下定时炸弹的种子。如果你本身有慢性牙周病或其他慢性发炎疾病，例如糖尿病长期控制不良，你的全身发炎指数处于高档，在这种情况下，植入一颗人工牙根，身体可能会把它视为敌人，很难让它稳定扎根，就好像你在松软的烂泥地上盖房子，地基怎么也打不稳。很多研究和临床经验都指出，重度牙周病患者植牙失败率明显提高，因为牙周病本身就是一种慢性发炎，会破坏支撑牙齿的骨头。如果连自己的牙根都因为发炎待不住了，换一根人工的进去，除非先改善周遭环境，否则很快也可能遭殃。你知道吗？据卫生单位调查，台湾成年人口中有80%以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其中接近一半属于中重度牙周病。换句话说，身边很多人牙龈和牙槽骨其实处在发炎的亚健康状态。如果没有先治好这些问题，就匆匆去植牙，等于在一个不干净的伤口上缝合，埋下失败的伏笔。有些牙医师在建议病患植牙时，可能没有充分强调这一点，他应该先评估并控制患者的牙周状况，但现实中，可能出于种种原因，牙周问题并未充分处理就直接植牙，结果植体安进去了，表面风平浪静，实则体内暗潮汹涌。或许几个月后或1-2年后，植牙周围发炎开始冒头，牙龈反复红肿流脓，口中有异味，最后植体松脱失败，患者花了大钱受了罪，到头来牙没保住，反而骨头更少，问题更棘手。当我们花重金做了一个植牙，自然期待它用一辈子。很多牙医在咨询时也会说明，植牙的成功率很高，初期成功率可达 95% 以上。这听起来相当令人安心，但这数字指的是手术植入半年或1-2年内的成功率，也就是短期内不出问题的比例。然而，人的一辈子那么长，植牙进去后，要在口中陪伴你10年、20年，甚至更久。长远来看，仍有相当风险。据临床观察，植牙植入5年以上开始，发生植牙周围骨流失的比例逐年增加。10年左右，可能有1-2成的植牙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炎、松动问题。有些人口腔卫生习惯不好，或身体状况不佳，失败率会更高。也就是说，你现在种下去的牙，也许潜伏好多年之后，给你来个大麻烦。植牙一旦失败，代价可不只是把它拔掉这么简单。首先，你前后可能花掉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就打了水漂。人工植体取出后，那个区域的骨头通常已经遭受破坏，拔出植体后，牙床里往往是一个更大的骨洞。要不要再补骨再植？可以，但会变得更复杂更贵。你可能需要先做植骨手术，填补缺损的骨头，在等待几个月愈合之后，再尝试植入新的植体。每一步都要花钱花时间，还不见得保证成功。甚至有些案例骨头条件太差，医生会告诉你，这里骨头流失太厉害，恐怕不能再植牙了。那时你别无选择，只能退而求其次，戴传统假牙。但别忘了，此时你的牙床条件可能比最初拔牙时更糟糕，装传统假牙的稳定度也会打折扣。更惨的是，你可能因此连邻近牙齿的健康都受牵连，例如植牙发炎时波及旁边原本好的天然牙，造成齿槽骨发炎吸收，害得邻牙也松动。试想，本来只是缺一颗牙，结果搞到周围一圈都遭殃，真是得不偿失。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植牙有这么多潜在风险，为什么牙医诊所还是一窝蜂推荐？这就涉及现代牙科医疗的一个现象，商业驱动。不可否认，植牙是一门高技术含量又高利润的项目，
一颗植牙收费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在健保不给付的情况下，全部由患者自掏腰包。而传统活动假牙或者牙桥相对收费便宜很多，有的还有部分健保补助。在利润的驱使下，许多诊所对植牙格外热衷，各种广告宣传铺天盖地，什么植牙1天完成、终身保固植牙等等，吸引缺牙患者上门。有时候即便患者原本还有其他治疗选项，医师也习惯性的优先建议植牙。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牙医都唯利是图，但在现在的牙科环境下，植牙确实成了又夯又赚钱的治疗，而大部分病人对专业并不了解，医生说什么就照做了，砸下大笔积蓄投入植牙疗程。此时如果没有人提醒你植牙的前置条件和后续维护有多重要，你很可能就带着乐观的期待踏上一条暗藏陷阱的路。听到这里，你也许开始犹豫，难道缺牙就不能植牙了吗？难道只能当缺牙大叔大婶不成？别急，重点在于对症下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而不是人云亦云。那种一缺牙就一定得植牙的观念其实是错的。事实上，替代植牙的方法还有很多，而且根据你的情况，有些选项不仅更安全，还能省下高达90%的费用。难怪那些精打细算又理性的聪明人早就偷偷选择了这些方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到底用了什么高招。第一招，能不拔牙就不要拔。最便宜、最安全、最省事的牙齿，永远是你自己原装的那一颗。很多人走上植牙这条路，是因为原本的牙齿出了问题被拔除了。如果当初能把那颗牙救活，是不是就根本不用植牙了呢？所以聪明的人在牙齿出了状况时，一定会先问医生，我的牙还有没有得救，而不是一来就接受拔掉换人工的这种建议。现代牙科医术中有一项关键的技能叫根管治疗，俗称抽神经。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拯救那些深度蛀牙、牙髓发炎甚至牙根感染的牙齿。根管治疗的原理是把坏掉发炎的牙神经清除干净，彻底消毒牙根内部，然后封上特殊的充填材料，最后再做牙冠保护。经过这样治疗的牙齿，虽然神经没了，但牙根还牢牢扎在你的牙槽骨里，功能几乎和健康牙一样。你可以正常咬合、咀嚼食物，也不用担心细菌再从那颗牙侵入骨头。最重要的是，你保住了自己的真牙，不像植牙那样换了一根人工的。我们举个例子，小张有一颗大臼齿蛀到了神经，牙医检查后跟他说，蛀得太深，恐怕要拔掉植牙。小张觉得不甘心，跑去寻求第二意见。另一位牙医仔细看了 X 光，表示其实可以视作根管治疗试试。结果根管治疗非常顺利，清除了牙根深处的感染，小张再套了个全瓷牙冠，整个疗程下来花费不到植牙的1/10。几年过去，这颗牙使用良好。而试想当初，如果拔掉去植牙，不但钱喷了10倍，还可能有前面说的那些长期风险。这样的案例其实很常见，有经验、有良心的牙医会尽量为病人保牙，而不是轻易拔牙。因为一颗牙拔掉容易，要花1分钟，但拔掉后的一切都是不可逆的，麻烦你要考虑怎么修复缺牙，而且永远失去了原装牙。当然，并非所有坏牙都救得回来。如果牙齿断成2半，或者严重摇晃牙周，支持已经崩溃，那只好拔除了。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根管治疗加冠的成功率是相当高的。很多人做完根管的牙齿在口中存活10几20年不成问题，就算某天真不行了，再拔牙也不迟，至少你已经多用了好多年，何乐而不为？第二招，拔了牙不一定要植牙，可以用牙桥或假牙。假如某颗牙齿实在无法挽救被拔除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空出的缺牙要怎么补上？这时大多数牙医会提出3种方案：活动假牙、固定牙桥或植牙。我们已经知道植牙并非唯一选择，那另外2种又是什么呢？固定牙桥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典疗法，它的做法是利用缺牙两侧的邻牙做支柱，在它们上面各制作一个牙冠，中间再悬吊一颗假牙，连成一整座桥，粘固在邻牙上，跨越缺牙的空隙。这样一来，
中间缺牙的部位就有牙齿可以用了。牙桥的优点是疗程比较快速，而且一次可以解决多颗牙的问题。如果缺牙，邻近的牙本身也有大蛀洞需要做关，那干脆顺便当桥墩，一举两得。此外，牙桥不涉及手术，不需要动刀植入人工物，很多怕手术的人对这方法接受度更高。至于缺点，想必你也猜到了，为了装桥墩的牙关，两侧健康牙齿必须稍微磨小一些，等于是牺牲部分邻牙的结构。所以通常牙医只会在邻牙本来就有问题或小填补时才比较推荐牙桥。如果两边牙完全健康，邻蛀牙，要患者为了装桥去磨耗好牙，许多人心理上会不舍。另外，牙桥还有一点要注意，桥下的牙肉与假牙之间有缝隙，需要病人每天用特殊牙线或牙尖刷仔细清洁桥底，以免食物塞在桥底引发蛀牙或牙周病。但是总的来说，牙桥的咀嚼功能和美观度都相当不错，几乎跟真牙没两样。很多人在植牙技术普及前，就是靠牙桥吃香喝辣好多年。牙桥的寿命因人而异，大多能用10年左右，有的人甚至用20年以上都好好的。最棒的是价格，以同样缺一颗牙来说，做牙桥通常仅需2颗牙冠的费用，可能只是植牙费用的一半，甚至更低，是不是颇具吸引力呢？再来看看活动假牙，这是一种可以自由摘戴的假牙装置，依据缺牙数目的不同，有全口的活动假牙，也有部分活动假牙。活动假牙通常由一个树枝或金属的底座，加上假牙齿和金属钩子构成。你白天把它戴在口中，靠着与牙床的吸附和残存牙齿的勾挂来稳定位置，晚上或饭后可以取下来清洗刷洗。很多年轻人一听到假牙，就联想到老人家掉牙套的窘境，觉得活动假牙很不方便，很丢脸。但其实现代的活动假牙已经有很多改良，例如隐形义齿使用弹性树脂材料制作卡扣，不再需要传统明显的金属钩，美观度提升许多。又例如全口无牙的患者，可以考虑套筒冠或植牙搭配活动假牙的方法来增加固位，减少假牙滑动的困扰。活动假牙的最大优势就是经济实惠。一般来说，一副活动假牙的费用可能只是同等情况做植牙的1/10不到。对于预算有限的患者，活动假牙提供了一条基本解决沟通咀嚼问题的路。同时，由于不开刀，可逆转，如果戴不习惯，大不了不戴或重做，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活动假牙制作周期短，通常几周内就能做好拿到，省去了植牙需要几个月骨整合的等待时间。当然，活动假牙的缺点我们也要诚实以告，它的稳定度和舒适度相对不如植牙或牙桥，需要适应练习。刚戴的时候口内有异物感，说话可能漏风含糊，需要练习发音。咀嚼东西时，假牙可能有点移动，不能啃太硬的食物，不过大部分日常菜色还是 OK 的。此外，活动假牙需要每天勤清洁，每晚睡前取下泡在清洁药锭中，保持卫生。如果疏于清洁，假牙表面容易滋生细菌和造成口气不佳。但这些缺点对于那些预算有限或身体条件不适合植牙的人而言，其实是可以权衡接受的。毕竟花1成不到的钱就把牙补好了，生活品质也有基本保障，何乐而不为？有不少阿公阿妈嘴里带着全口假牙，依然可以笑口常开，享受美食，就是最好的例证。甚至一些年轻的缺牙族，如果无法负担动辄数十万的多颗植牙费用，也会先选择活动假牙过渡，等之后经济能力允许再考虑其他方案。这种务实的做法正是聪明之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最佳选择，而不是盲目跟风。第3招，照顾好自己的牙床和身体，比花钱补救更划算。不管你最后选择植牙、牙桥还是活动假牙，有一点是共通且重要的，那就是牙周健康与口腔清洁。如我们前面所说，很多植牙的隐患其实来自牙周环境差、慢性发炎。如果能提前把该治疗的牙周病治疗好，把控制血糖等全身状况调整好，再来进行缺牙修复，成功率一定大幅提升。换句话说，预防大于治疗，与其等植牙坏了去补救，
不如一开始就避免它坏。所以聪明的人在做任何缺牙治疗前，一定先请牙医评估牙周。如果牙石很多，先洗牙；牙周发炎就先做牙周治疗，该吃药的吃药，该手术的手术，先把土壤改善，再考虑种树。同时，平日养成良好刷牙习惯和使用牙线或冲牙机的习惯，保持口腔清洁干净。这些听起来很老生常谈，但却是维持任何牙齿修复长久的关键。试想，一口干干净净、没有牙菌斑厚垢的嘴巴，无论是天然牙还是假牙，都比较能长期稳定的服务你，不出毛病。第4招，保持资讯透明，多方咨询不吃亏。当牙医建议你植牙时，不要不好意思提问，勇于问，除了植牙，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一位负责的牙医师应该愿意讨论传统假牙或牙桥的利弊，甚至主动分析不治疗会怎样。如果医生态度敷衍，只是一味推销植牙疗程，这时聪明的你就要提高警觉，也许换一家诊所咨询会有不同收获。俗话说，货比3家不吃亏，对待医疗服务也是类似道理，尤其是像植牙这样昂贵又非急迫性的治疗，多听几个专业意见绝对有帮助。有时不同背景的医师会给出完全不同的计划，让你惊觉，哦，原来还有这种做法。透过比较，你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记住，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把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你就不会当稀里糊涂的冤大头。也许有人会想，植牙也有风险，传统假牙又有缺点，难道我们人类缺牙就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了吗？其实，人类的智慧不会停止在此。目前，科学家们正努力研发更先进的技术。你可能难以置信，未来或许真的可以让人类重新长出牙齿。近年来，日本的研究团队成功让实验鼠和雪貂长出了新的牙齿。他们研发出一种药物，可以抑制牙齿生长的基因，借此唤醒沉睡的牙胚细胞重新长牙。这项突破性的牙齿再生疗法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据报道，2024年日本京都的大学医院将展开全球首次人体试验。如果进展顺利，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让这种长新牙的药物问世。设想一下，到那时候人类掉了牙齿，不用假牙，不用人工植体，只需打一针药就能长出第3副真牙，这将会是牙科医学的颠覆性革命。届时我们再也不用烦恼植牙周围炎或假牙不便，因为新长出的就是真牙啊。当然，目前这还是梦想蓝图，实现之前我们还得依靠现有的方法来处理缺牙问题。但知道未来还有希望，也能让我们对当下的选择心态更平和。大不了等等科技，没必要现在就孤注一掷，砸重金在单一治疗上。总而言之，牙医不说的秘密，我们今天替你说了。植牙虽好，可并非完美无缺，它对人的条件要求高，而且需要良好的维护。一旦忽略关键细节，它可能从治疗利器变成伤害你的定时炸弹。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路可以走，保住原牙也好，牙桥也好，活动假牙也好，每一条路都有成功抵达重展笑颜的案例，而且花费往往远低于植牙。聪明的人懂得审视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案，而不是一味追求最新最贵的潮流。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植牙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优秀的选择，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被充分告知风险，以及有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如果你牙周状况佳，经济负担也许可，又向往植牙的便利，那就放手去做，并且遵从医嘱勤保养。但如果你的条件不那么完美，预算也有限，那千万别气馁，传统方法同样能让你恢复咀嚼和笑容，而且留下更多钞票在口袋。毕竟不管用哪种方法，最终的目的是让你开开心心吃饭，快快乐乐微笑。如果能用更简单实惠的方式达成这个目的，又何必多走冤枉路呢？牙医从不告诉你的巨大秘密，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别让昂贵的植牙方案蒙蔽双眼。记住，维护口腔健康最重要，谨慎评估多方比较最明智。聪明的你自然会做出让牙齿和荷包都满意的选择。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在面对缺牙治疗时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用最经济安全的方式重拾自信笑容。从今以后，
看牙时不再茫然无措，你就是那个知道内情、胸有成竹的聪明人，笑容满满，荷包满满，这才是真正值得揭晓的秘密。祝大家都有一口健康又省钱的好牙。